大家好，欢迎来到呆萌财频道。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个比较受瞩目的贸易战火故事。大家都知道呢，2025年10月8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点燃了与中国的贸易战火，宣布呢将在10月14号正式生效一项名为特别港务费的政策，也就是对中国建造中国实体拥有或运营的船舶在抵达美国港口时呢，征收高额惩罚性费用，每吨最高50美元。这个税费可是常规吨税的800倍呢。那么在2025年的10月9号，中国商务部在61号补充通告中呢，快速地做出了回应，宣布对稀土开采、加工、回收和磁铁制造相关技术、设备和化学品实施出口许可制度。这项制度呢，使中国能够管控包括境外在内的稀土运输。这些限制呢，将覆盖含有低至 0.1% 的中国来源稀土的产品，以及使用了中国采矿和精炼设备以及技术的产品。这项许可制度呢，还将控制对电动汽车、无人机和驱动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至关重要的电池技术。那么我们要知道，中国开采了全球 70% 的稀土，其中9种元素的重稀土几乎是100%，并为全球 90% 的供应进行化学加工。所以呢，这一期视频呢，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美国在稀土领域的全村的希望，也就是 MP Materials 以及它所拥有的 Mountain Pass 矿山。MP Materials 是美国稀土主题的 ETF、REMX 以及即将上市的 HIEX ETF 的重要持仓。Mountain Pass 也就是 Mountain Pass 稀土矿呢，它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与内华达州边境，是美国唯一运营中的稀土矿场，也是全球最大的轻稀土矿之一。这个矿场的历史呢，反映了美国稀土产业从巅峰到衰落，再到战略重塑的曲折历程。这一过程呢，深受地缘政治、价格波动和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是美国从工业化到全球化，再到目前的美国优先的供应链这一历史叙事的绚丽看板。首先呢，我们来看1950年代到1980年代这个稀土之珠，也就是美国工业化的皇冠，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在1952年呢，莫里公司收购 Mountain Pass 矿区，开始勘探它富含稀土的碳酸盐矿床。到1960年代呢，这个矿场呢正式投产，成为全球稀土生产的支柱。特别是在1960到1980年代呢， Mountain Pass 贡献了全球稀土产量的 70% 以上的产量，几乎满足了电子、照明和国防等新兴产业的需求。在1960年代的对铀元素的巨大需求引爆了稀土市场。铀呢，可以被用作彩色电视显像管中的红色荧光粉，而这也是实现鲜艳色彩显示的关键技术。所以呢，Mountain Pass 矿呢是当时全球几乎唯一的铀商业来源。铀呢也是 Mountain Pass 矿山崛起的关键催化剂。Mountain Pass 呢也是美国在关键材料领域的技术里程碑，象征美国在冷战时期对高科技材料的垄断。而这一时期呢，中国稀土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美国的低成本开采和加工链条确保了稳定的全球供应。Mountain Pass 呢也因此被称为呢稀土之都。但是呢，随着19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和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中国市场份额从1986年起呢快速上升，从不到 10% 呢跃升到了主导地位。这也为后续的 Mountain Pass 稀土矿的衰落埋下了伏笔。也就是说呢，美国矿场面临价格竞争压力，但是呢，当时的地缘政治稳定掩盖了这些风险。那么接下来呢，就来到了1990年代到2002年之间的这个过程。这个矿场呢，从皇冠上的明珠发展到了沙漠毒瘤的程度。在进入1990年代呢， Mountain Pass 的产量仍然占全球的 40% 以上，但是中国稀土出口的低价洪水般的涌入了市场。
这主要是受益于宽松环保的标准和出口退税的补贴，从而导致全球稀土价格呢暴跌。同时呢，美国加强环保法规，比如清洁水法 RCRA， 以及处理放射性废料的成本呢也剧增。1996年呢，莫利公司在加利福尼亚 Mountain Pass 稀土矿的管道泄漏事件呢，也是这个矿场环保丑闻的高峰期。这一事件呢，也标志着 Mountain Pass 稀土开采的衰落。Mountain Pass 呢，它这个矿场呢，使用一条长约呢15英里、直径8英寸的地下管道。这个管道呢，可以将矿场加工产生的放射性废水呢，输送到这个 Ivanpah 干湖的蒸发池。这个管道呢，穿越联邦土地，用于处理稀土分离过程中产生的废渣水。管道内集聚了矿物构层含有放射性的物质。1990年夏天呢，公司进行了管道维护，使用泡沫塞和大量的水呢来冲洗构层，以恢复管道的效率。这一过程呢，导致高压聚集，引发管道破裂，废水呢以高压喷射形式泄漏，喷溅至土壤和植被。1996年的泄漏量呢，大约为30万加仑，含有放射性的土、油、钡、铅和砷等毒液。泄漏的废水呢，直接排入了莫哈维沙漠，污染了莫布加威国家保护区呢，以及濒危沙漠龟栖息地。那这个莫哈维国家保护区呢，是在1994年呢刚刚成立。这个泄漏事件呢，在政治上呢更加敏感，事件呢也加剧了公众和环保团体的不满。洛杉矶时报呢称它为沙漠毒瘤。环保丑闻呢导致稀土矿的清理成本超过36万美元，罚款超过了140万美元。这事件呢也加剧了稀土矿的开矿成本呢飙升。如果环保合规呢占运营的30%以上，那么由于环保丑闻呢，1998年这个稀土矿的废水管道被永久禁用并拆除，导致它的化学加工和分离厂，也就是精炼环节被迫关闭。再到2002年呢，在中国低价竞争的经济压力下呢，整个矿场就停产了。这不是简单的停产，而是全面彻底的关闭，也标志着呢美国稀土的自给率呢从近100%呢降至0点。这一事件呢，连接了60到80年的辉煌与后续供应链的重塑。矿场闲置了8年，全球供应几乎100%的依赖中国，这也暴露了美国稀土供应链的脆弱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2008年到2014年的阶段，也就是凤凰计划的重启以及失败的过程。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群投资者重组莫利公司，注入资金重启 Mountain Pass。2010年的时候呢，公司上市，抓住中国和日本因钓鱼岛撞船事件引发的稀土争端的机遇呢，中国暂停对日出口稀土，导致全球价格飙升4倍以上，有时候甚至高达24倍。这个时候呢，莫利公司启动了它雄心勃勃的现代化改造计划，也就是凤凰计划。它的现代化改造呢，包括升级加工设施和环保系统，放弃了依赖远程管道的传统湿式尾矿处置，转而采用干堆尾矿系统和闭环水回收模式，强调零排放和大于95%的废水回收。这个计划的预算呢，从最初的大约5亿美元迅速膨胀，最终呢，总投资超过了15亿美元。这一场豪赌呢，在短期内呢，起到了效果。2012年呢，矿场复产，美国的产量回升到了全球的4%，但是接下来灭顶之灾呢，马上就要降临。在2012年的3月呢，美国、欧盟和日本联合在 WTO 提起了针对中国稀土出口配额和出口关税的诉讼。经过2年的调查呢，2014年 WTO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均裁定中国败诉，认为它相关的措施呢违反了贸易规则。谁也没有想到呢，诉讼胜利却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
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事与愿违的案例。 WTO 的裁决呢，迫使中国在2015年1月正式取消了出口配额。这一裁决呢，加上中国打击非法开采和整合产业，导致了中国合法稀土供应的开闸洪水。而这个时候呢，2011年的价格泡沫早已破裂，全球市场本来就供过于求，而中国供应的进一步释放呢，导致稀土价格断崖式暴跌，这也重创了高成本的茉莉公司。耗资15亿美元建成的现代化工厂正好在此时全面投产，完全无法在低价环境中呢与中国竞争。在耗尽现金流后，茉莉公司呢无法偿还其巨额债务，于是在2015年6月，茉莉公司申请破产保护，背负了大约17亿美元的债务，轰然倒下了。那么 Molycorp 的失败呢，是世界稀土行业乃至商学院的典型案例。它戏剧性地展示了地缘政治、市场投机和自由贸易裁决是如何共同摧毁一个高成本的西方行业的冠军。而这里的自由贸易裁决呢，也非常的有讽刺意味。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了2015年到2021年的Mountain Pass 的共生悖论阶段。在2017年7月呢，在 JHL、Capital、QVT 等基金的支持下呢，新成立的 MP Materials 在矿产拍卖中以2050万美元的低价收购了 Mountain Pass 矿产及资产。2017年复产以后呢，它的产量呢稳步上升，在2018年呢达到了2万吨的 REO， 2020年呢占据全球 15.8%。在2020年呢，通过 SPAC 的机制上市，市值飙升到50亿美元。但繁荣背后的事实是呢 ，MP 呢并没有独倚，它实质上呢就是中国稀土产业的海外原料车间。MP 的核心业务初期呢，聚焦在低风险的模式，重启采矿，将稀土精矿几乎全部出口到中国的盛和资源。而中国的盛和资源呢，不仅是最大客户，还是重要股东，持股约占 7.7%。 MP 的这种商业模式反映了产业悖论，美国矿企依赖中国加工，形成了挖矿卖金矿的低附加值循环。那么美国地质调查局2024年的数据显示呢，美国生产 4.5 万吨的 REO， 但出口 4.3 万吨，大约 96% 呢到中国，这就是制造稀土复兴的幻觉。在2022年呢，俄乌冲突和电动车热潮呢推高稀土价格， MP 录得高达 2.89 亿美元的净盈利，营收达到了 5.28 亿美元，但2023年的价格回归正常，营收腰斩至 2.55 亿美元。在2024年呢，进一步恶化，营收降低到了 20%， 也就是 2.04 亿美元，净亏损了6500万美元。资产负债表上呢，债务超过了 9.1 亿美元，包括 1.5 亿美元的短期债，债务权益比呢高达 92.7%。 这些冰冷的数字呢揭示了残酷的现实，那就是美国环保和劳动力成本呢居高不下。比如生产1吨金矿成本大约2000美元，而中国的成本是1000美元，这使得 MP 呢难以在低附加值金矿市场盈利。而轻稀土，比如占产量 80% 的锡蓝多用于民用的，比如催化剂；重稀土，比如锂呢，供应都很有限。这一周期连接了市场依赖与政策干预，盈利窗口短暂，凸显了中国对稀土的水龙头控制以及加工领域的巨大优势。接下来呢，就来到了2025年7月到现在的阶段，也就是美国政府作为救世主参与进来了。
那么面对中国控制全球 90% 稀土磁铁生产的垄断呢，2025年7月9日呢，美国国防部与 MP Materials 签署公私合营协议，总价值超过20亿美元。这一协议标志着美国政府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深度干预，不再局限于补贴或者贷款，而是通过股权参与、产能锁定和价格机制呢，直接重塑 MP 的商业模式。目的呢，是在实现稀土磁铁的本土化生产，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协议的核心呢，是加速德克萨斯州新建磁铁工厂的建设。该厂呢，预计2027年呢能够投产，年产能呢能够达到1万吨，覆盖呢 F-35战机、导弹制导系统和电动车、电机等国防与民用需求。这一史无前例的干预呢，被视为准国有化的转型。那么它的国有化呢，包括重塑股权结构。国防部呢，直接向 MP 注入4亿美元购买可转换优先股，成为公司最大股东，大约占 15% 的股权，并附带认股权和利润分享条款。这一股权结构呢，不仅缓解了 MP 的短期流动性压力，因为它在2024年呢，净亏损达到了6500美元，还确保 DoD 在战略决策中的话语权，避免公司重蹈茉莉公司的破产覆辙。同时呢，中国股东也就是盛和资源的持股比例呢，被稀释到了 5% 以下。此外呢，8月10日 DoD 下属战略资本办公室履行协议，发放 1.5 亿美元低息贷款，用于矿场扩产和加工设施的升级，也包括了重稀土的分离。那么这些转型呢，还包括采购爸爸的包销协议。他们双方呢签订了一份长达10年的包销协议。DoD 呢承诺100%采购 MP 新建磁铁工厂的全部产量，从2027年投产起，直到2037年。这也相当于呢为 MP 的磁铁产能提供铁板钉钉的买家，彻底切断了市场销售的不确定性。协议呢覆盖铝铁硼磁铁全产业链的输出，不仅解决了库存的积压风险呢，还刺激下游客户，比如通用汽车和特斯拉呢跟进本土采购，形成生态闭环。这一条款呢被视为市场的防火墙，尤其在全球稀土需求波动背景下，确保 MP 的产能利用率锁定在 90% 以上。当然了，也包含了锁定价格，也就是价格保护机制。这里面呢，最具革命性的就是五角大楼设立的长达10年的价格保护机制，为 MP 的核心稀土产品铝钋铵化氧化物设定了最低收购价呢是每公斤110美元。这个价格呢几乎是2025年7月中国市场价格的2倍啊！中国市场价格呢大约是55到60美元每公斤。这个行为呢，直接无视市场波动，确保 MP 在低价周期中的盈利底线。如果市场价高于110美元呢 ，DoD 呢按市场价采购，低于这个价格呢就会补足差价。这个机制呢，从2025年的第4季度启动，覆盖 MP 的铝钋氧化物库存和未来的产量。预计呢，每年为公司注入2到3亿美元的隐形补贴。这一个设计呢，不仅化解了2023到2024年价格崩盘的创伤，还激励 MP 投资高纯度的分离技术，摆脱低附加值的金矿依赖。总的来说呢，美国政府在2025年7月的这一系列组合拳，包含了股权注入、贷款以及100%的包销和价格保护，所有这些行为呢，有效的将 MP Materials 从一个在市场波动中挣扎的矿企呢，转变为一个受国家保护的、盈利能力有保障的准国有化国防战略资产。那么在签署协议之前呢， MP Materials 的股价因为稀土价格暴跌和公司持续亏损而陷入了低谷。 MP 股价在2025年8月最低呢触及 10.02 美元的低点，
而协议之后呢，强劲上涨了10倍，最高达到了100.25美元。分析机构比如 Seeking Alpha 将 MP 比作公用事业级的资产，强调底价保护和包销协议使得公司的风险曲线趋平，类似于受监管的能源股。那么目前呢 MP 矿场呢年产4.2万吨稀土氧化物，占全球的 14%， 聚焦轻稀土的民用潜力，比如 AI 的硬件。行业分析师呢测算，一旦 MP Materials 的1万吨磁铁工厂满负荷运转，将能够满足美国国防部的绝大部分需求，并使美国在关键的铝铁硼磁铁领域的总自给率包含国防和民用呢提升到 30% 左右。但是呢，重稀土的瓶颈仍然是美国供应链最脆弱的一环。Mountain Pass 矿呢本身不产出商业规模的重稀土，这一个绝地反击呢究竟是工业复兴呢，还是恐怖故事呢？这就需要时间去验证了。单一稀土股票的风险呢仍然巨大，如果希望投资美股的稀土股，建议考虑目前市场上最主流的稀土 ETF REMX， 以及即将上市的投资于中国以外的稀土供应链的 REX ETF。 好了，这一期的故事呢就先到这里，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关注、转发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